非有消息，之前咱们讨论过中国最长的国内航线，有人认为是深圳到喀什，有人认为是上海浦东到喀什。上周美国航空说将恢复它的国内最长航线，也就是从芝加哥到夏威夷。这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中国与美国谁家最长国内航线更长一些呢？范围再扩大一点，全球范围内又是谁家的国内航线最长呢？中国的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，比美国的937万要大一些。但是因为美国版图上有一个佛罗里达小撅撅向外伸出去很远，所以美国更占便宜。中国上海浦东到喀什和深圳到喀什航线的大圆长度分别是4207公里和4017公里。美国从西南角的圣迭戈到东北角的波士顿，大圆距离4154公里，不及中国的上海浦东到喀什。但是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到东南角的迈阿密，长度达到了4393公里，超过了一点点。这条航线现在美国航空、达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3家在飞，飞行时间约7小时。全球还有2个国家比中国和美国的面积大，分别是俄罗斯和加拿大。加拿大最长的国内航线是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，长度4423公里，比美国的还要长一些。俄罗斯就更离谱了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航线长度6411公里，要飞9个半小时，比很多的越洋航线还要长。但要是跳出本土，算上海外国土、领地之类的话，俄罗斯也不是最长的。从夏威夷到波士顿的距离8180公里，比以上提到的海参崴到莫斯科要长。如果有人愿意开通波士顿到关岛的直航，可能还会将这个最长国内航线再进一步。两点之间的距离12800公里，比伦敦到斯坦利港还要远。不过还有更远的，那就是从巴黎直飞新卡利多尼亚。这段脚底板对脚底板的航程，如果开通的话，距离超过17000公里，属于法国的国内航线。法国也是海外领地众多的国家，它并没有从本土前往新卡利多尼亚的航班，因为不具商业价值。但是如果将海外省包括在内的话，全球最长国内航班确实属于法国。现在从留尼旺岛的圣丹尼斯机场出发，有3家航空公司的4条航线通往巴黎，其中法航的戴高乐到圣丹尼斯全程约9364公里，需要飞行12个小时。从天明飞到天黑，吃了3顿饭之后，落地发现既不需要换钞票，也不需要核验护照，而且周围的人都还在说法语。这么长时间的飞机坐得值还是不值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